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医传奇，我是达摩正骨段文军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就是腰部的椎体向前滑脱的诊断与治疗的方法。椎体向前滑脱现在是比较多的一种病啊，它这种人主要的症状是什么？就是腰部不是疼为主，是以酸为主，通过咱们触诊，就昨天讲触诊，上部讲触诊以后，就是双手直推给它，一般出现在哪儿？一般它出现在腰部，就是23以下，就是1213以下这个部位啊。咱们诊断的时候，先直推3遍，直推滑脱夹脊穴3遍啊。这样3遍以后，让它滑脱夹脊穴变软，气血来了以后变软完了又。像咱们常规诊断，腰椎间盘突出和膨出是用两指诊断，用两指去感受它两边有没有痛点啊。像这种椎体向前滑脱的，它一般两边没有明显的痛点啊。咱们需要3指诊断，3诊断就把你的中指压在棘突尖上，旁开2指稳在滑脱夹脊穴上，去注意力集中于中指上，去感受中指指肚底下的变化啊。通过慢慢的触诊。去找见它这个椎体哪一节椎体向前滑脱啊？假设就是这里有沉降，它向前滑脱，就是这个椎体两节椎体，这个腰部的这个椎体有一节向下了，就咱们昨天说的掉坑的感觉是正中间掉坑，它是腰部的正中间督脉上掉坑，有掉坑的感觉，这就是它椎体有点就是小滑脱啊。分1度、2度、3度，咱们一般来说，咱们注意诊断，去感觉中间掉坑了。假设这是中间掉坑了，第一种诊断就是先横拨一下，觉得这掉坑，横拨一下，问一下患者，问他这疼不疼？他说有点疼啊，或者有点感觉啊，这就比平常感觉比别的椎体感觉有压痛。这第一下，最终确诊是什么？感觉这掉坑的这个部位，摁住它这这节椎体在下边，摁着这个椎体下沿往下一渗透，相当于它的椎体本来是1度，你给它人为的加成2度，患者会说：“哟，这疼受不了。”这个就是找见它的椎体向前滑脱啊。而这个腰部椎体滑脱很容易和腰间盘突出膨出混杂。一般人不注意诊断，很容易漏诊啊。椎体向前滑脱，通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啊，就是第一症状有一个很关键的症状，就是患者就是你来了以后，他是第一说他以酸为主，第二就是你要问他一句话，基本上就断他就是80%左右就有没有向前滑脱，非常关键的一句话，就问患者：你平常能够仰躺着睡着吗？患者如果说我能够入睡的时候可以。啊，这是他的第一反应，有的是这反应，有的就说，直接说我仰躺着睡不着，仰躺着酸的底下睡不着，感觉咱们看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屁股啊比别人翘一点啊，腰部的这个窝，有的这中间是一个大的圆弧塌陷啊，或者是感觉他这个腰比平常的人看的腰部更塌陷，屁股更翘一点啊，他睡下以后腰是悬空状态，所以说腰他不着床，他就时间一长他就酸。所以说他不能仰躺着睡觉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断症啊。患者说，我刚开始就是我可以就是说我整夜睡不着，仰躺着我就整夜睡不着，我就侧卧趴着睡啊，侧卧多趴着睡的少，这是一种现象。有的时候我能睡着，但是你再问他，就是说你整夜呢？他说睡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是侧卧了，就是入睡的时候可能是仰卧，但是随着你酸你难受，你不自觉的就变成侧卧了。所以说不能仰躺着睡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诊断就是方法啊，他不能仰躺睡觉，你就要留心了。3指诊断过一下，看他这有没有问题，掉不掉坑啊？诊断着，假设这他有就是他椎体这节向前了，他肯定这有一个沉降点。沉降点不会太明显，不会说有几毫米，对吗？它有一个可能就有时候就1-2毫米、2-3毫米的一个小沉降。注意细诊断，诊断着以后，先横拨这个下一节，
横拨这个沉降点，这第一下，他说，哎，有点疼了，有点感觉，好了，反手压住这个沉降点，向下一渗透，把它的沉降点就是由1度轻轻压成2度，他就感觉剧痛，这个地方就是剧痛，这就是基本上就100%诊断了啊，100%差不多了，这就是咱们的诊断。这个就是注意，咱们就是治疗手法，就是这个同样要讲，就是第一，这个手法属于一个重一点的手法，年龄过大的不做，骨质疏松的不做啊，动过手术的坚决不做啊，这就是咱们几不做，先保护好自己，不要来人就要做啊，就是先把它不能做的先排除掉啊，不管它就是你要动过手术了，打过封闭了，说哪怕是微创都不在它治疗范围之内啊，这就是你吃过激素药也不能治，年龄太大也不适合，有别的办法，还有别的，咱们腰间盘向前滑脱有好几招复位方法，咱们一一讲啊。现在就是诊断完成了啊，一确诊哎呀剧痛啊，好了，诊断清了，叫患者仰躺过来，来仰躺着。仰躺过来以后，看看患者的肚脐儿，椎体向前滑脱最常见的肚脐儿，最标准的肚脐儿，它一般有好多肚脐儿，这个肚脐儿只是一个辅助，只是说看一眼啊。第一，它好最标准的肚脐儿是一个长线，一长线，这个是很多向前滑脱的标肚脐儿是这样子的，有的是三角形，有的是三角形是个偏的啊，有的是个偏的三角形的，但长线啊，这当然不是100%，这个只是一辅助，我看一下啊。证明的啊，一是长线，你看你这也差不多，有点怀疑。要假如你光看它前头，你就要诊断一下，到翻过来看一看它的腰，就它这一长线，怀疑一下，看一下。咱们这等一下要做手法治疗的时候，就是看一下肚脐儿，知道他患者哪边腹直肌更紧啊。咱们第一个动作就是预备动作，就是要松解他的腹直肌。腹直肌你看一下他肚脐儿哪边断，他哪边疼，他肚脐哪边更紧。从他肚脐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从这个患者肚脐来看，你看这边是圆的，这边中心往过偏，所以这边我一压他这边肯定有压痛剧烈。这边同样的压力，它这底下就是松的啊。这就是你看一眼他肚脐，知道他的腹直肌哪边痉挛的更厉害，松解从疼的那边开始。所以说你看他肚脐往哪边往过一偏，正常的肚脐大如杏核，又圆又深，这是好肚脐。看着肚脐它这边还是圆的，这边肚脐往过挤过来了，就证明这边气血变差啊，这边气血变差，它这边就紧一摁，它就患者就受不了。所以说我们要等一下治疗的时候，就从它这个紧的这边开始，就是哪边没肚脐的地方，从哪边开始介入啊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法啊，下面我就演示一下椎体向前滑脱的松解手法啊。为什么要做这个松解手法？因为这个腰椎体向前滑脱以后，他这个肚子是向前拱的，一直他自己不觉得，他就老觉得他小肚子是胀满。有的人我怎么老吃饭，我的肚子老胀，他这椎体向前滑脱，他自己的曲度向前了，对吧？曲度向前了，他这因为时间很长了，他这个就是你要现在做别的手法，他的腹直肌是要比较强大的肌肉，你不把它肌肉做这个松解开，你再做手法做不回去。所以说我们松解很重要啊。松解很重要，松解的位置，你看，第一，找见天枢啊，天枢在哪儿？肚脐旁开3指2寸，这是天枢。用咱们的第一个劳宫穴摁住肚脐，掌根推住天枢，掌根推住天枢。这个手下来，叫患者勾脚，勾脚以后在这找见大筋，找见大筋，点住肝经的中风穴。中风穴肝经是走大拇指内侧，从内侧过来的啊，可以从这就是从这个往外挤也行，我从外向内抠，点住中风也行。这个穴位就在这个筋这底下啊，你可以从这里头往外挤也行。从这我习惯了从外头往进挤，点住中风穴啊，点到这个位置。注意它是从大拇指内侧过来的，所以注意从这过来啊，要点住中风。为什么要点这个中风穴啊？这中风中间被封住了。咱们这个腹直肌就相当于中间被封住了，用中风来解一下啊。再一个，这个腹直肌它这个就是你因为比较强壮，
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话，就是按摩有一句话叫筋拨两头，肌肉压中间。所以它这个腹对肌这正好是它中间。所以说咱们呢这样做的方法就是，压中间，颤中间，让它肌肉通过不停的压紧放松，压紧放松，压紧放松，让它肌肉重新恢复弹性，把这个痉挛状态松解下来啊。下面演示一下，劳宫摁肚脐，掌根推天枢，找见3至2寸，找见天枢，摁住。这个手点在中风穴上，用颤法，用直腿颤法，就是屈腿颤法。你看直背，要求就竖着直背，两个手臂比较直起来，因为你直背才有渗透力，你屈背这样没有力量，所以说要保持直背。直背，看我的膝盖就动起来啊。咱们颤160下，先轻后重。最开始是比较轻的，先轻轻的颤一下，因为有的他患的疼痛比较剧烈，先轻轻的颤，完了逐渐增加你的渗透力啊，自己在这数到160下，这个必要颤160下，这边点住中风，轻轻上下来回移动啊，点住它的穴位啊，数着，这就是数到160，把这边就单侧就调整完了。完了，等一下我们调一下方向，再做对侧。刚才那边点到就是已经颤了160了，这边咱们再颤一次，看到啊，先勾脚，叫患者勾脚，勾脚找见他这个大筋，他这个就不太明显，但是有的瘦人他这个筋就比较明显。找见大筋，你点在大筋的窝里头，记住走大拇指内侧，点在这个位置，点到这好了，放松，这患者这脚踝放松就行了。这个找见旁开3指2寸天枢，劳宫摁肚脐，掌根推天枢，直背屈腿，准备姿势啊，准备颤起来。先轻后重，保持你的渗透力，柔而有劲，透进去，把它肌肉一松一紧，一松一紧，给它松解开啊。自己数到160啊。因为这个肌肉比较强大，所以说它得做160下才能把它完全松解下来。底下的手稍微动一动，点着中风，来往进走一走啊。下面这个动作就完成了，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它这个，现在就是治疗准备工作已经完成，我们等一下进入就是治疗现在我们等一下演示3种手法啊，3种啊。下面我就先叫患者摆好姿势，看注意他这个姿势啊，他这个患者个子比较大，我们就尽量吧，看着啊，要是正常来说，这个床就是完全够用的。你看第一下。让患者双手抓床，手臂放松啊，手臂放松啊。要有人的话，就要助手把他双手压住就可以了，轻轻压他双手。不压也可以啊，不压也可以。身体躺直，躺直以后屈腿，
因为他个子比较大，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会儿要滑出去的时候就滑出床了啊。但是正常来说，这个床就是完全够硬的，他小腿刚好能摔到床上。我们的就是要诀就是，患者抓好以后有助手就叫助手压住床，要把他双手轻轻压住啊，不要过度，就轻轻压住，压住患者的双手，把他稳住，防止把他患者拽到床底下去啊。手臂放松就好了，腰部放松就行了啊。竖着站在身体后侧，你看，让他患者的双腿与肩宽，稍微开一点点啊。抓住他竖着脚踝推回去，先推到根儿，先推到大腿根儿，就是他全腿他自己最大的极限。双手抓住脚踝啊，一会儿我们做动作的时候，你看，让他脚跟一直贴着床向前滑动，因为他个子大，他就滑出来了。但是正常来说都是在床上滑，他这个正好在床上。脚跟不要离床，身体把它拽直的时候，把他小腿肚子往床上摔啊，让他腰部得到一个震动，把它这个震起来啊。咱们实际先演示一个，大概演示一下啊，来，去对，你看，跟患者说放松，脚跟不要离床，脚跟一直呲着床走。准备一个好的这种床的比较滑一点的垫子啊，有的它呲住了拽不动啊，所以准备一个这种就皮质垫子挺好啊。脚跟呲住床，向外先，你看咱们这4个字儿，先抻后摔，先抻展，啪把他小腿肚子往床上一摔，这个属于就是年纪比较轻的，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可以用这个手法，年龄过大的切记不要用这个手法啊。你看。放松，走啊，去的，要把小腿肚子摔到床上，这个效果才能出来。预备，走，来，预备，走，好，去的。脚跟，因为他这个床对他来说有点短，正常来说要是滑的时候，脚跟就不要离床，只是抻展以后，迅速做一个向下摔小腿肚子的手法啊，走。抻5到8次，8到10次都可以。走，腰部放松，走，好。做到5到8次以后，让患者放松下来，躺一下，静躺一下，让他感觉一下。咱们检测一下，有时候他叫他自己感觉是看腰，哎，贴床没贴床？啊，没贴床再做一下，患者觉得就是，哎，我的腰部贴了床了，哎，有点就是感觉沉降了，下地做一个测试，做一个测试，让患者你看，让患者叉腰后仰，看叉腰后仰，一般有的就是向前滑脱的患者，他一后仰就有疼痛啊。一般来说，做完以后叉腰后仰没有疼痛，就算治疗完成啊。或者叫他就是晚上回家睡觉，在睡床上仰躺着睡觉，一直能仰躺着睡到天亮就没有问题，就算第1个手法完成。下面介绍第2个手法啊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就是像椎体向前滑的第2种手法。第2种手法需要双人配合，做一个滚法加压法啊。这个就属于针对来说，就是刚才那种前一种手法就是比较轻的，哎，身体比较好的，就是比较好做回去的，用第1种手法。第2种手法就是哎需要比较难弄的，也回位就是困难的，身体还比较强壮的啊，这就是咱们用第2种手法。第2种手法先看姿势，先叫患者，哎。双手双膝并拢，双手从双膝底下搭扣，能搭扣多死扣多死啊！能搭扣能怎么这么扣死也行，这么扣死也可以，叫他自己搭扣好。搭扣好以后就是哎正坐，你看一会儿我做的时候，我为主，我的手放在患者的胸衣往下，因为胸千万不要搁到患者的颈椎啊，颈椎因为它的胸椎有肋骨连接，它这个滚起来非常稳定，千万不要把你的手搁到患者的大椎往上，大椎一往上，你看大椎往上，你很容易一滚，你手指一受力，把它大椎弄一个就向前了，弄成落枕了。所以说一定注意，手放在胸衣往下，搁到他的肋骨上，张开放到肋骨上。
假设助手的手放在你的手底下，不允许两个人双手重叠，助手的手放在我的手底下，啊，这是你第一注意事项。第二，注意滚的时候，患者的头挨到床就可以了，不要过度折患者的脖子。有的人他脖子挨不住锁骨，你强行给他挨住了，他立马就难受了。所以注意，头一挨床，你就准备往回卸力啊，就滚的时候你要控制的这个滚的力度，哎，头挨住床就可以了，让他腰部悬空，有个卷动感就可以了，不要过度撅过去，第一把患者撅下床去了。第二就是他有的人下巴挨不住床，挨不住这个锁骨。挨不住锁骨，你强行给他捉住了，要强行给他一滚大了，他这里又难受了。所以说注意不要把他滚伤啊。所以说，第一，手搁胸衣往下啊，很稳定的中心，助手手在底下，两人扶住啊，这是第二。你负责看住刹车，头一挨地，腰一悬空，有个卷动感就可以了啊。先来，助手来，来，你手搁我手底下。双手搭扣，助手搭扣住，准备走，1、2、3，走，好，1、2、3，走，好，1、2、3，走，哎，好，1、2、3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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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滚16下啊。注意柔和，防止患者受伤啊！腰部悬空，有卷动感就可以。好，听住，这就是手法第一步完成啊。下面我们进入第二步手法。刚才头一步治疗就完成了，现在就是我们进入最后的完成阶段啊。这个动作需要一条皮带，就是咱们平常就准备一个特别好的牛皮皮带，或者是我这种军用皮带啊，军用皮带它就是宽度可以调整，因为患者腰有粗有细。这个皮带系在哪？系在髂骨上沿，系在他的髂骨上沿，因为髂骨上沿平腰四，平在那个位置。系好这个皮带以后，让患者双手屈膝。双手抱好，从底下搭扣好，搭扣好以后啊，你就是叫患者先往下挪一点，你先整体往下挪一点，再往下挪一点，好，行，躺下，再躺下来，抱膝躺下来，好，躺下来，好了，你就是对他这个来说，这个患者就比较大了，对我这体格还行，要一般人你就不要治这么大的，因为他这个体格就超过你的控制的极限了啊。我怎么做？看着啊，我先跪上来，一手跪，你看，手从底下伸过去，抓住皮带，这个脚蹬床做辅助，跟患者沟通，就说1、2、3，我要发力的时候，你鼓肚子，让患者鼓肚子，你看。1、2、3，我喊1、2、3的时候，喊到3的时候，你鼓肚子啊。1、2、3，你看，让患者的臀部提了与床大致45度，背与床大致45度。你做一个卷法，我下来演示，先空手演示下卷法，看着啊。这是我压着他臀部，这手提住皮带，1、2、3，卷，不要完全冲压啊，这个属于重手法，年龄大的、身体素质差的都不要做这个手法。你看，1、2、3卷，1、2、3卷动，因为他腰是向前了，所以说我们向后一卷就把它卷出来了。1、2、3说卷法，1、2、3是卷动的，不是强搓啊，能卷就卷啊。我再做实操一下，来，掏出皮带，臀部。要背部与床大致35度到40度，45度左右，先提好高度，跟患者沟通，叫他腿往回勾，别打到头上。我喊1、2、3，你鼓肚子啊，1、2、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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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做5到8下就可以了。觉得不保险，这边再给他来一下，因为单人
所以这边得来2下。脚蹬床，我还1、2、3鼓肚子，1、2、3，1、2、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做3到5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把皮带卸掉，让患者静躺一下，看看腰部是否有沉降感。腿放平，往上躺，往上躺。腿放平，缓解一下，先别叫患者下床让他放松一下下地，再做那个弯腰测试。来，下地，叉腰后仰，问他说还有疼痛没有？患者没有疼痛了，就算治疗完成。当天晚上睡觉室能整夜仰躺着睡觉，就证明手法完全做到位。如果还有点感觉，明天再来啊！明天再基本上就不超过3次就 OK 了，轻的1次就好。但是这个属于重手法，年龄大的、动过手术的、骨质疏松的坚决不做啊！这个手法就介绍完成了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椎体向前滑脱的第3种辅助治疗方法。咱们先理解一下椎体向前滑脱。椎体向前滑脱，看他这个腰窝就比较大，腰窝它这个就是患者这节，比方我这是。它一般出现肚脐往下嘛，12、13以下啊，它这节向前了。咱们做一个什么方法？它这椎体这是它的椎体，咱们做一个什么姿势有利于它的恢复？它就做一个向前弯腰，向前弯腰，你看是不是把这椎体就往出绷了呢？咱们叫患者向前弯腰，经常自己没事锻炼，向前弯腰。就有利于它这个椎体向前滑脱，本来是沉降的，往前一走就容易把它造成向外绷，就有利于这个椎体向后或归位啊，回正啊。咱们这就是有一个专有的工具，就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，轻度的比较轻的就可以直接吸上罐，咱们调一下。下面我演示一下，先找一下患者的肚脐儿，你看肚脐儿拉一条线拉过来，这是12、13之间，这是命门，你看。用咱们专有的滑脱罐，轻轻的吸到这儿来，往前弯一腰，吸住以后开始调一下压力，把压力调一下，现在调到患者就是能够接受的程度啊，他不太疼。这吸住，你看现在已经吸住，这是12、13，基本上把12、13、13、14、14、15、15底1这块基本上都扣进去了。扣进以后，叫患者自己慢慢做，慢慢向前弯腰。因为这就是刚才说了，向前弯腰有利于椎体向后弹。咱们现在又给它施加一个向后的压力，向后的吸力，来回正，做一个动态的修复。来，再低腰，低头，再低头，来，再慢慢回直。我觉得这位置可能稍微高了一点，我再调低一点。好，吸住。好，再来走，好，再回正，让患者慢慢的一个人在这慢慢注意安全，慢慢的弯腰，自己弯，能弯的再弯一点，好，再回正，你在边里看着患者的位置就行了啊，再走，再想一想这个原理，它本身向前了，对吧？向前了，所以说向前弯腰的时候有利于它向后绷出。所以说，你再给他一个向后的施加的压力，随开始注意压力不要太大，因为压力太大，这个罐大，所以说这个负压比较大。所以说调好压力，等一会儿他适应以后，再适当的加一点点压力，让他给他椎体这局部一个真空向后的压力啊，帮助他椎体有利于本来向前，完全向后绷出，直接回位，直接向后回位啊，再低一点。好 ，OK， 好，就慢慢的，叫患者自己动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可以作为治疗手段，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啊，将帮助他就是后期椎体完全更完美的归位啊。轻度的直接吸一个罐也可以啊，严重的做一个后期辅助啊，帮助他这块椎体重新向后啊，本来向前，接下来慢慢向后啊。一般做到就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啊。咱们演示好就行了啊，大致就这个样子。你注意患者不要频率太快，不要这会儿做的头晕了，对吧？慢慢做，
哎，慢慢延伸，自己意念往这想一想，这后头慢慢叫他椎体向后拱，让后头椎体滑脱的椎体向前滑脱的向后弹出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卸掉，做到10到15分钟以后卸掉罐，哎，卸掉罐以后注意一个就是这种咱们后期的辅助啊，后期就叫患者的3分病是7/3养。后期以后注意，叫患者注意，第一，这个只要是不管是你是怎么治疗整骨、刮痧治疗，中医治疗以后，不能着风，不能着凉。这里就是切记着风着凉，一着风着凉，症状就加重。不能着风着凉，不能吃生冷食物，因为他患者这刚调完，阳气都掉到这了啊，掉到心腹病灶了。你这会儿吃生冷寒凉的啊，就是再一着风，症状就加重，所以叫他注意这几天1星期内注意保暖。没事的时候，早晚就扔个就是在硬地板上扔个瑜伽垫子，早晚抱膝滚一滚，抱膝滚就有利于像咱们你记住向前弯这种滚动的动作，抱膝滚动前后滚动就有利于患者的自我修复啊。咱们给他治完以后，哎，再叫他稳固上1礼拜，不要着风着凉。